曾幾何時，人類仰望星空，總以為頭頂那片星辰遙不可及。然而，人類對衝破天際的向往自古有之。上古神話中，夸父逐日、嫦娥奔月的傳說，都寄托着先民對天空之外世界的無限遐想。直到20世紀中葉，航天技術的出現，才讓這個亘古幻想有了現實的契機。1957年，前蘇聯的斯普特尼克1號人造衛星衝出大氣層，在近地軌道繞地飛行。隨後的1961年，蘇聯宇航員尤里·加加林成為第一個進入太空的人類。他在環繞地球一圈返回後，激動地宣告自己親眼看到了地球那湛藍的光輝。這是人類首次親眼目睹地球在宇宙中的模樣。這一刻，人類終於突破了困住祖先數十萬年的天幕封鎖，踏出了飛向宇宙的第一步。然而，正當我們為成功飛出大氣層而歡欣鼓舞時，新的挑戰已在前方潛伏。跨越了大氣層邊界之後，等待我們的並非自由翱翔的康莊大道，而是一樁樁令人瞠目結舌的宇宙未知事件，隱隱然築起了3堵可怕的宇宙之牆，仿佛要將我們囚禁在太陽系內。這些輻射之牆、火焰之牆和冰雪之牆到底是什麼？它們真能鎖死人類的太空夢嗎？我們又是否能找到辦法一一穿越這些天障，飛向廣袤的星辰大海呢？故事就從地球的大氣層邊緣開始。大氣層像一層厚厚的保護膜，為地球生命擋住了無數來自太空的隕石和輻射，但同時也如同無形的天花板，把遠古的人類束縛在大地。古人或許以為天穹堅不可摧，但20世紀的航天工程師用火箭在這天幕上撕開了一道缺口。1957年的斯普特尼克衛星證明人類可以飛向太空，而到了加加林上天的那一刻，人類自身也隨之飛出了搖籃。在那之前，沒有人知道人類離開地球會發生什麼，我們甚至不知道太空中能不能呼吸。後來才明白太空是真空，必須穿航天服，不知道人體會不會在失重下嚴重不適，但結果證明，我們至少能在近地軌道上存活下来。可當初蘇聯和美國的科學家也萬萬沒料到，在大氣層外其實還潛伏着另一個危機四伏的陷阱，地球外圍看不見的高能輻射場。就這樣，人類剛剛邁出地球，立刻就感受到了太空的下馬威。這個隱形的輻射陷阱，就是美國科學家范艾倫在1958年發現的范艾伦輻射带。當年美國發射探險者1號衛星，本想在太空測量溫度，結果溫度計讀數詭異失靈。科學家一分析，才察覺衛星經過的軌道遭遇了強烈的輻射流。原來地球的磁場猶如一道巨大的立場屏障，將太陽風攜帶的高能帶電粒子成批捕獲，囚禁在地球周圍，形成了內外2層巨大的環形輻射區帶。這2圈環繞地球的輻射光環看不見摸不着，但其中蘊藏的高能射線對人體和儀器極具殺傷力。如果宇航員長時間滯留其中，就好比浸泡在肉眼看不見的毒物裡，細胞和 DNA 會被無聲無息的撕裂破壞。消息傳開時，不少人憂心忡忡，人類好不容易打開的太空大門，難道又被這道高輻射的結界給鎖住了嗎？所幸科學家們很快找到了初步的破解辦法。范艾倫輻射带雖然可怕，但也並非密不透風。在輻射带的某些區域，粒子密度和輻射強度並不均勻。例如，在靠近地球2極方向，輻射通量要比赤道上空低一些。另外，內外2層輻射带之間其實存在一個相对平靜的間隙區。後來，阿波羅登月計劃中，航天專家們精心計算發射窗口和飛行軌跡，讓飛船盡量走輻射較弱的路線，並以最快速度穿越輻射帶。結果，從1969年到1972年，12名阿波羅宇航員陸續成功穿過這道隱形的高能輻射之牆，在月球上留下了人類足跡。他們往返途中所受的輻射劑量沒有超出致命範圍，這在人類探索史上無疑是一場背水一戰的勝利。值得一提的是，事後醫學統計發現，阿波羅宇航員中有相當多人在中年時就患上白內障，比一般人更早出現眼晶體混濁。這正是過量宇宙射線傷害的後遺症。可見，即便我們巧妙繞開和快速穿越，太空輻射仍在暗中對人體造成積累傷害。儘管如此，
昔日被視為不可逾越的地球監獄圍牆，還是被人類以智慧與勇氣鑿出了一個缺口。第一堵輻射之牆，我們總算勉強闖過去了。然而，當阿波羅計劃的宇航員離開近地軌道，踏上月球的同時，他們也闖入了一片更凶險莫測的未知領域。在地球磁場的庇護範圍之外，真正的宇宙射線風暴正無聲肆虐。在月球上，沒有空氣和磁场為你擋風遮雨，每一秒都有高速的宇宙射線和太陽高能粒子從四面八方穿透而來。有的阿波羅宇航員閉上眼睛，竟能在黑暗中看見奇異的光點閃烁，那正是高速带電粒子直接擊中了他們眼球內的視網膜所致的幻光。更可怕的是，一場差點釀成宇宙悲劇的太陽風暴事件在1972年8月悄然爆發。那時，阿波羅16號與17號任務之間，太陽連續釋放出數次超級耀斑，朝地球方向拋射出巨大且致命的高能粒子流。如果當時恰有宇航員在月球表面執行任務，他們极可能在幾小時內就因輻射中毒而喪命。所幸阿波羅16號已經返航，阿波羅17號尚未發射，人類算是僥幸躲過一劫。這場災難的擦肩而過，讓 NASA 和全世界都倒抽了一口冷氣。原來我們此前一直被地球磁场與大氣層这兩道保護罩慷慨庇佑着，一旦赤裸裸暴露在太陽風暴和宇宙射線之下，人類是何等脆弱不堪。太空並非只有科幻電影裡才充滿殺機，它的殘酷遠遠超出我們過去的想象。也難怪在阿波羅計劃結束後，此後半個世紀裡再沒有國家嘗試過將人類送往月球以外更遠的地方。大家都認識到，目前的人類還無法長期離開地球，搖籃太遠，就貿然闖入這殺機四伏的宇宙荒野。不過我們並沒有因此停下探索的腳步，而是將重心轉移到繼續派遣無人探測器，同時在近地軌道探索長期太空駐留對人體的影響。上世紀70年代起，美蘇兩國先後建造了太空站，讓宇航員在地球上空幾百公里處持續生活數月乃至1年，以研究失重、輻射等太空環境對人體的影響。結果發現了許多始料未及的奇特現象，比如中國第一位進入太空的航天員楊利偉，在飛船繞地飛行時，就多次聽到艙外傳來莫名的敲擊聲，仿佛有誰在船殼外叩門。這神秘聲響沒有明確來源，既不像太空沉力撞擊，也不是艙內設備音響，至今仍無定論。後來執行神舟6號、7號任務的中國航天員也聽到了相似的敲擊聲，讓人不禁懷疑茫茫太空中是否隱藏着什麼我們尚不理解的現象。美國的航天史中亦有離奇一幕。1969年，阿波羅10號飛船進入月球背面繞行時，由於被月球遮擋，和地球通訊中斷了將近1小時。在那段幽暗而寂靜的真空中，3名宇航員忽然聽到飛船通訊頻道裡飄來陣陣詭異的嗚嗚聲，好似某種宇宙音樂。當時他們大為驚詫，還互相確認彼此是否也聽到了詭異的聲音，甚至半開玩笑地討論要不要向地面報告。這段錄音當時被歸入機密，多年後解密時一度引發陰謀論者熱議。事後 NASA 專家解釋，所謂太空音樂其實是登月艙與指令艙之間無線電干擾的信號雜音，並非來自外太空的神秘聲響。可試想，在那孤獨冷峻的月球背面，耳畔突然響起未知來源的悠揚音調，即使是誤會一場，也足以令見慣大風大浪的航天員背脊發涼。除此之外，長期太空生活對人體的潛在影響也是當初完全出乎意料的。美國 NASA 曾讓宇航員史考特·凱利在國際太空站駐留將近1年，並與他留在地球的雙胞胎兄弟進行生物對照研究。結果發現，長時間處於失重和輻射環境中，史考特體內有上千種基因的表達出現改变，雖然絕大多數在返回地球後逐漸恢復正常，但仍有一部分變化持續存在，顯示太空經歷竟然在分子生物層面留下了烙印。另外一些從太空回來的宇航员视力明顯下降，甚至無法恢復，被稱為太空视力綜合症。醫生發現這些宇航员的眼球形狀在太空中發生了輕微變扁，視神經也出現水腫跡象，推測是失重狀態下體液朝頭部重新分布，導致顱內壓增高進而壓迫眼球所致。
這些都是人類剛開始長期駐留太空時完全沒預料到的新問題。可以說，我們每向外邁出一步，都在重新認識自己，認識宇宙。太空環境遠比地球複雜多變，人類的身心在那裡會發生什麼變化，我們才剛剛了解皮毛而已。儘管困難重重，人類探索太空的決心從未動搖。我們繼續發射更先進的無人探測器，一步步向太陽系深處邁進。上世紀70年代中期，人類迎來了一次千載難逢的機遇。太陽系外側的幾顆大行星運行到近乎排成一線的特殊幾何位置，使得探測器可以利用所謂引力彈弓依次飛掠多顆行星。1977年，美國先後發射了旅行者1號和旅行者2號2艘深空探測器，拉開了人類遠征太陽系疆域的序幕。這對探測器雙胞胎在10多年內相繼拜訪了木星、土星、旅行者1號以及天王星、海王星、旅行者2號，把外太陽系昔日天文望遠鏡下模糊的光點變成了壯麗清晰的近距離影像。他們拍攝到了木星大紅般的翻騰風暴，發現了木星衛星火山噴發的奇景，傳回了土星光環由無數冰塵組成的精美圖案，第一次讓人類看清了天王星那淡藍色的幽邃雲層和海王星上極寒高速的暗色風暴。旅行者2號途經天王星時，還意外發現其自轉軸近乎橫躺，如同在太空中滾動前進。飛越海王星時，又發現了其衛星崔頓噴出的氮氣間歇泉。諸如此類的新奇發現不勝枚舉。旅行者號讓我們第一次近距離領略了太陽系邊疆諸行星的風采，也讓世人感受到對廣袤太空的驚奇與向往。在完成行星考察任務後，旅行者號並沒有就此停下，而是繼續義無反顧地向着太陽系的邊界飛去。1990年，旅行者1號在即將飛離行星帶時，特意回頭拍攝了一張震撼人心的照片，那就是著名的暗淡藍點圖像。照片中，距離60億公里之外的地球不過是一個淺藍色的小點，在漆黑太空的縫隙中微弱發光。這張照片讓無數人深受觸動。在宇宙廣袤的戲台上，我們人類賴以繁衍的一切，不過是懸浮在陽光中一粒微不足道的塵埃。但對旅行者號而言，更大的挑戰還在前方。沒有人確切知道在太陽系的盡頭等待着什麼，因為在此之前，從未有任何人造物飛得那麼遠。旅行者1號在太陽引力的懷抱中一路飛行了35年，距離太陽約120天文單位之處時，情況出現了戲劇性的變化。探測器上的粒子計數器顯示，周圍來自太陽的帶電粒子流密度驟然下降，而同時，來自四面八方的高能宇宙射線數量則大幅飆升。科學家們據此判斷，旅行者1號應當已經衝出了太陽風形成的日球層，正式進入星際空間。換言之，它正在穿過太陽系邊境的大門。這一歷史性里程碑宣告，人類有探測器第一次飛到了星辰大海的門檻上。2018年，旅行者2號也緊隨其後飛出日球層。由於旅行者2號上搭載的等离子體檢測儀工作正常，科學家得以直接測量到星際空間的等離子體密度突然升高，這進一步證實了旅行者1號當年以粒子數據間接推斷的火牆真實存在。然而，正當人們歡呼旅行者號終於衝出太陽系時，旅行者傳回的數據也揭示出一個令人費解甚至不寒而栗的現象。在日球层的邊陲地带，似乎存在着一堵隱形的高溫火焰之牆。根據旅行者2號的詳細監測，這片區域的等離子體溫度竟然高達近5萬攝氏度。要知道，在茫茫宇宙深處，太陽光無法直射的地方，背景溫度僅比絕對零度高出幾度，而日球层邊界竟宛如憑空燃燒起了一道滾燙火焰。許多人第一次聽到這消息時，簡直難以置信。太陽系邊緣怎會冒出如此駭人的5萬度火牆？難道說，我們的太陽系外面還豎着一圈上帝鑄造的烈焰結界，把我們與外界星海生生隔開？有人戲稱，這下好了，人類文明真成了井底之蛙。任你科技如何發達，只要飛到太陽系邊境，就得被這團5萬度高溫攔住去路，乖乖退回來。當然，科學的分析很快給出了答案。所謂的火焰之牆，
其實是高速運動的太陽風粒子在與星際介質的對撞區中形成的一層高能粒子屏障。我們感受到的溫度其實是微觀粒子劇烈運動的體現。在那片邊界區域，粒子運動速率極高，對應的溫度讀數驚人，但實際粒子密度卻極其稀薄，每立方厘米空間中平均可能連一個質子都不到。因此，即便溫度高達數萬度，也燒不着什麼東西。就像在真空的玻璃瓶內，就算幾個分子被加熱到上萬度，瓶子本身也不會有感覺。旅行者號在靠近這堵火牆時，也沒有被燒成灰燼，它僅僅是通過儀器嗅到了這團炙熱的存在，然後就如穿過一層炙熱卻無形的薄霧般輕巧地鑽了過去。不過話說回来，這道火焰之牆的存在本身就發人深省，它意味着太陽風的勢力範圍到了此處戛然而止，也意味着太陽系與外部星際空間之間確實有一道明確的分界線。這堵牆充當了太陽系的護盾，高速運動的帶電粒子在邊界處互相衝撞，抵消了一大部分從銀河系深處襲來的宇宙射線，形成一圈嚴密的高能粒子屏障。根據推算，這道天然屏障擋下了約70%來自銀河系的致命宇宙射線。正是有這堵无形的火牆和太陽磁場構成的日球層，我們身處的太陽系內部才能勉強算是風平浪靜的避風港。可是屏障的另一側，就是徹底暴露在銀河射線轟擊之下的星際荒野了。旅行者號離開日球層後，立刻進入了宇宙輻射的狂風暴雨中。它的儀器測得周遭高能射線的強度比日球層內高了數倍之多。要是有宇航員站在那裡，沒有磁场保護傘的情況下，細胞將飽受極端強度輻射的洗禮。也許短時間內人類還能靠載具和防護服撐一撐，但若長期暴露，身體會很快出現嚴重的輻射病變。因此可以這樣說，火焰之牆內外幾乎是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牆內是溫暖的日光溫室，牆外是冰冷的宇宙荒野。如果把地球周圍的泛艾倫帶比作第一道圍牆，日球层邊界的火牆比作第二道，那太陽系還有沒有第三道更加遙遠且龐大的圍牆呢？答案是有的，那就是傳說中的奧爾特雲，一堵由無數冰凍彗星體構成的寒冰之牆。所謂奧爾特雲，並非一堵實心的牆，而是一個理論上存在的球殼狀雲團，充斥着上兆顆冰凍的微型天體。它被認為環繞在太陽系的最外緣，距離太陽最遠可達10萬天文單位，約 1.5 光年左右。換言之，奧爾特雲幾乎延伸到最近鄰居恆星所在距離的一半。太陽的引力影響力在浩瀚太空中所能涉及的極限，大致也就在這裡了。過了奧爾特雲，飛船就真正算是脫離了太陽的懷抱，進入另一顆恆星的引力勢力範圍。奧爾特雲中的天體雖然數以兆計，但彼此間距離極其遙遠，平均相隔或許幾億公里以上。因此，假如未來某艘飛船能飛到奧爾特雲深處，倒不至於像撞上一堵連綿不絕的石牆。冰牆更多是一種象徵性的說法。然而，奧爾特雲的存在讓太陽系的邊界清晰可見。在這球殼之內，一切行星和彗星都以太陽為中心運行，享受太陽的光和熱，而跨出這球殼之外，就再也見不到太陽的身影與溫暖，只有永夜的寒冷和靜寂。奧爾特雲區域的環境溫度幾乎接近絕對0度，可謂一座巨大的宇宙冷庫裡頭漂浮的天體上滿載着水冰、二氧化碳冰、甲烷冰、氨冰等各種冰凍物質，它們身上封存着太陽系形成初期的遠古記憶，平日靜靜沉睡不動，唯有偶爾受鄰近恆星引力擾動，才會驚醒少數成員，讓他們跌入太陽系內，成為拖着長尾的彗星光臨我們的天空。令人震撼的是，旅行者探測器雖然已飛行40餘年，但按科學界對奧爾特雲範圍的估算，它至少還需再飛300年才能抵達奧爾特雲的內層邊界，而要完全穿越整個奧爾特雲雲團，更是需要足足3萬年的漫長時光。換言之，人類迄今最快最遠的探測器其實還沒有真正飛出太陽系，它不過剛剛衝破太陽風的包圍，摸到了星際空間的門檻，而離開太陽引力的最終邊界仍遙不可及。
或許我們可以用一個形象的比例來理解太陽系的遼闊。假如把太陽和地球之間的距離依天文單位縮小為1米，那麼地球到太陽就是1米。火星軌道半徑約 1.5 米，木星5米，海王星30米，而旅行者1號飛出日球層的位置在大約120米處。奧爾特雲的外緣呢，大概要在2-3萬米之外，也就是20到30公里開外。至於距離我們最近的恆星比鄰星，則遠在約270公里之外。用這個比例看，人類從1957年開始探索太空至今，不過走出了區區100多米，但星辰大海的終點卻在數百公里之外。而這還只是最近的目標，整個銀河系按此縮放將擴展到數百萬公里之外。聽到這裡，我們或許更能體會一句玩笑話：如果讓旅行者號飛出太陽系，就像讓一隻蝸牛從歐洲爬到美洲一樣，這需要的不僅僅是時間，簡直是另一種我們難以企及的尺度啊！近年來，我們還驚覺太陽系並不是一座與世隔絕的孤島，有外來客主動闖入了我們的領地。2017年，天文學家首次發現了一顆來源於太陽系之外的神秘天體，後來命名為奧莫莫 Oumuamua。它以極高速掠過太陽，拖着細長扁平的身影，既不像彗星，也不像小行星，甚至在飛離太陽時出現了詭異的加速現象。一時間眾說紛紜，有科學家大膽猜測奧莫莫可能是外星文明的偵察器，但由於缺乏觀測時間，我們沒能揭開奧莫莫的真相。2019年又出現了第二個星際訪客鲍里索夫彗星，它的外觀和組成更像尋常彗星，但速度軌跡明顯表明它也來自遙遠的恆星際空間。接連出現的星際訪客意味着在漫長歲月中，其他恆星系統的碎片偶爾也會拜訪我們，而反過來，我們太陽系的奧爾特雲天體中一定也有不少曾被踢出家門，流落到銀河深處。這些發現讓人類意識到星與星之間並非完全沒有聯繫，也增添了我们對外部宇宙的好奇與向往。綜上所述，我們發現了橫亘在人類宇宙夢想路途上的3道高牆：地球附近的致命輻射帶、太陽系邊緣的火焰屏障，以及最外緣廣袤的冰雪雲團。它們一道比一道離我們更遙遠，也一道比一道更加難以逾越。然而別忘了，當年范艾倫輻射帶剛被發現時，也曾被戲稱為無法跨越的地球監獄之牆，可最終人類還是想辦法安然通過，成功登月。同樣道理，如今看似鎖死人類的冰牆與火牆，也並非毫無破解之道。我們可以確信的是，人類從未被困難真正嚇倒過，至少在理論上，這3堵宇宙圍牆都是有破綻的。我們未來遲早會迎來挑戰它們的時刻。要真正征服這宇宙3重門，人類還需要在科技上來一次次顛覆性的飛躍。首先，在推進方式上，必須徹底突破當今化學火箭的速度極限。事實上，自旅行者時代以來，人類航天器的最快飛行速度並沒有提高多少。我們現代的探測器依然主要靠化學燃料燃燒，再配合行星引力彈弓加速。如果按這種模式，就算是21世紀的新探測器，也不可能在短時間內飛得比旅行者快上幾倍。根據計算，在可預見的未來，若無革命性推進技術出現，我們航天器的速度頂多只能維持在光速的1/1000到1/1000之間。以這種龜速，就算發射探測器，也頂多在太陽系內活動，要去更遠的木星、土星都得飛上好幾年，更別提億光年外的太陽系外了。按現有速度飛到億光年開外，簡直是遙遙無期，除非我們願意等上幾萬年。於是科學家和工程師們開始探索各種激進的新構想，比如近年備受關注的突破射星計劃 Breakthrough Starshot， 就打算利用地面數百台高能激光器，集中光束推動一面僅幾克重的超薄光帆，使微型探測器加速到光速的 20%， 僅需20年就飛抵4光年外的半人馬座星系。如果這計劃成功，人類將首度以接近亞光速的方式進行星際探測。只是這探測器小得可憐，連螞蟻都載不動，更別提載人，只能寄回少量觀測數據。然而它至少證明，一旦我們掌握巨型能源輸出和新型耐高溫材料，就有可能讓探測器達到過去難以想象的高速。另一個大膽設想源自上世紀60年代的獵戶座計劃
美國科學家構思了一種核脈衝飛船，在飛船尾部不斷投放核彈並引爆，利用爆炸衝擊波推動飛船加速。理論上，如果不計環保和安全問題，核爆火箭完全可以達到比化學火箭快数十倍的速度，幾十年內飛到最近的恆星系統。然而讓人哭笑不得的是，這方案意味着航天員得一路坐在連環核爆的震盪中前進，這不僅人體難以承受，也違反了一系列國際核試條約。至於科幻小說中常提到的曲速引擎和蟲洞傳送，就更不用說了。目前我們甚至不知道它們在物理上是否真正可行，但人類的想象已經把未来道路上的路障仔細盤算了無數遍。或許在未來某個不經意的瞬間，靈感的火花就會點亮現實，我們真的找到遠超化學火箭的嶄新推進方法也說不定。其次，要载人穿越遙遠的星際空間，我們必須解決輻射防護和生命維持這兩大難題。當飛船遠離太陽磁層，宇航員將直接暴露在兇猛的銀河宇宙射線之中。為此 ，NASA 和各國正在研究用超導磁鐵為飛船打造迷你磁場，產生類似地球磁層的屏障來偏轉高能粒子。也有人建議乾脆給飛船裝上一圈裝滿水的水箱，讓厚厚的水牆充當輻射吸收層，順便還能作為飲用水儲備。不過這些方案都面臨巨大的工程挑戰，磁場裝置和水牆都会讓飞船質量暴增，推進變得更困難。除了輻射，我們還得解決漫長航行中的失重和密閉生存問題。長期失重會導致人體骨質流失、肌肉萎縮、免疫力下降，甚至出現前面提到的視力問題。沒有人工重力裝置的話，人類在太空中待上幾年，身體就垮掉了。因此，未來的星際飛船很可能需要設計成自行旋轉，以產生離心力，給成員提供類似重力的環境。同時，飛船上還要建立高度可循環的生態系統，成員呼出的二氧化碳要被植物吸收並釋放氧氣，水資源和營養則要靠循環系統反復利用，實現近乎自給自足。畢竟，星際航行不可能指望沿途補給，一切都只能隨船攜帶並反復利用。也許在正式邁出太陽系之前，人類需要先在月球和火星上建立前哨基地，演練並完善這些生存技術，為更遠大的征途做好準備。最後，一個現實的問題是，我們為什麼要離開太陽系？在可預見的1-2個世紀內，太陽系內其實有足夠的空間和資源，讓我們去探索和利用。近未來時代，月球和火星或許會成為人類文明主要的活動基地，對木星、土星及其衛星的探測和開發也會逐步展開。雖然因為距離導致的通訊延遲和運輸成本問題，它們可能不會出現大型永久殖民地，但也許會有科學前哨和資源採集任務輪番進行。在這種情況下，人類短期內其實沒有必然的理由非得邁出飛往其他恆星的步伐。只有2種情況下，我們才真會下定決心遠走他鄉。一是太陽系本身出現了難以避免的滅頂之災，例如若干億年後太陽演化為紅巨星吞沒內行星，或者更早一些發生毀滅性的災變，讓地球等行星不再適宜居住。比如科學家預計約130萬年後，一顆名為格利澤710的恆星將穿越太陽系邊疆，闖入奧爾特雲。它的經過將擾亂彗星軌道，引發一場彗星雨，屆時會有大批彗星墜入內太陽系，對地球造成災難性威脅。即使不考慮如此遙遠的將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太陽系並非永遠的避風港。人類若想長久生存，就必須為終有一日不得不離開家園做足準備。第2種情況，則是我們發現了一個確定適合人類生存的類地行星樂園，而且我們有能力抵達它。另一方面，人類之所以對飛出太陽系抱有執念，也源自於我們對新天地的向往。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科學家已經發現了數千顆圍繞其他恆星運行的系外行星，其中不乏與地球性質相仿的第2地球候選者。比如，距離我們只有 4.2 光年的比邻星 B， 就是一顆環繞比邻星的類地行星，位於视距帶，可能擁有液態水和大气。再比如，距離39光年的 TRAPPIST-1 恆星系統，竟發現有7顆大小接近地球的行星，
其中3顆位於世居帶內，這簡直就像是為我們量身打造的移民目標。這些發現令人振奮，也讓不少人開始暢想移民外星的夢。試想，若有朝一日我們能抵達那些新世界，或許就能找到第2個地球，開啟人類文明的新篇章。然而殘酷的現實是，比鄰星4光年的距離以現有技術看來仍遙不可及，就算以最快的探測器飛去，也要幾萬年。即便我們發現了宜居星球，要真正踏上那片土地，仍是巨大的問號。但正是因為遙遠處閃爍的這一絲希望，我們才更加不願永遠困守太陽系。總有一部分人會夢想着把腳步邁得更遠。那不妨讓我們繼續大膽假設，未來某一天，人類真的踏上了離開太陽系的征途，很可能情景是，太陽系已不再適合我們生存，我們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星際移民計劃上。屆時，一支龐大的星際方舟艦隊將載着人類文明的火種緩緩駛離家園。我常常想象那幅場景，漆黑冰冷的太空中浮現出一艘緩慢自轉的巨大圓筒形太空船，裡面有模擬重力和完整的生態圈，世世代代的成員們就在其中繁衍生息，度過漫長的星海旅程。他們隔着厚厚的艙壁遙望深邃星空，或許会思念故鄉的陽光和大海，但無論如何，他們承載着全人類最後的希望，必須堅定地航向未知的遠方。穿越奧爾特雲的旅程可能要持續數千年，以至於飛船裡的成員早已不是出發時那批人，而是漫長航程中誕生的後代。然而他們会代代相傳地講述着地球的故事，帶着对新世界的憧憬前進着。也許那時，我們已掌握了人体冷凍冬眠技術，讓早期出發的成员在航程大部分時間沉睡不醒，只在抵達目的地前夕蘇醒，免去了漫長岁月的煎熬。又或許在那遙遠未來，方舟中的成员早已不再是純粹以血肉之軀示人的地球人类，隨着生物工程和人工智能的发展，他们很可能成为生物与机械的融合体。他们也許通過腦機接口將意識上傳至耐輻射、壽命長久的機械身體，以電子生命的姿態航行，因而不再畏懼輻射和漫長歲月的侵蝕。甚至也許人類根本不會以軟弱的肉身親身橫渡星海，而是會派出人工智能機器代理。我們可以想象，一支由高等 AI 主宰的機器艦隊替我們打前站，先行抵達目標恆星，為人類建造基地，又或者發射搭載着人類胚胎和基因庫的全自動殖民艙，由機器人照料他們在新行星上孕育成新的嬰孩。到了那一步，我們人類本尊的角色反而更像是宇宙的播種者和旁觀者，而我們的智慧造物將成為開拓新世界的主力軍。我不禁聯想到一種可能，經歷漫長航程和世代演化之後，最終踏上異星土地的人，很可能已經不是我們現在所熟悉的這種人類了。他們或許比我們更聰明、更強壯，也更加理性冷靜，不再受困於人類與生俱來的各種局限與弱點。他們眼中的那些昔日困擾我們的宇宙之牆，也許早已如同童年時的遊戲般稀鬆平常。甚至在他們看來，我們現在對突破太陽系的所有困惑與爭論，都只是過去遠古傳說裡的一個小小篇章罷了。當然，以上種種暢想目前還只是停留在紙面上或科幻故事中，我們離真正飛出太陽系也許還有漫長的歲月。更何況，就算我們準備好了，宇宙未必歡迎我們的到來。這裡有一個引人深思的假說，稱作動物園理論。他認為，如果宇宙中存在比我們高級的外星文明，他們也許早已知曉人類的存在，但為了讓我們自然發展，刻意對我們保持沉默和距離，猶如把我們關在太陽系這座巨大的宇宙動物園裡，靜觀其變。換言之，也許整個太陽系都是某種更高文明設置的觀察站，他們默默看着我們在這裡發展而不干涉，並且約定，只有當人類文明發展到可以飛出太陽系，踏上星際旅程時，才真正允許我們加入銀河俱樂部。聽起來頗富科幻色彩，但也不是沒有一絲讓人細思極恐的可能。無論這種假說是否為真，它至少點出了關鍵的一點：能否飛出太陽系，進入更廣袤的宇宙舞台，也許正是決定我們文明命運走向的一場大考。如果我們永遠安於現狀，困守家門，那麼很可能就此與宇宙的精彩無緣。而一旦我們勇敢叩響了太陽系的柵欄門，
等待我們的將是全新的挑戰與機遇。話說回來，也有人可能會問，與其費盡冒險飛出這座太陽系監獄，是否不如老老實實待在地球，解決好眼前的問題就夠了？畢竟當下人類還面臨貧困、戰爭、環境危機等眾多挑戰，星辰大海聽起來太過遙遠虛無。這種想法就好像勸說遠古時代的航海家別出海冒險一樣，可以理解，但未必會被真正的探索者接受。試想7萬年前那場災變來襲時，如果我們的祖先選擇抱團躲在非洲的洞穴裡苟且偷生，不思進取，我們又何來今日的文明繁盛？躺平固然輕鬆，卻絕非人類的宿命。正是因為不安於現狀，我們的祖先才一次次衝出舒適圈，走出非洲，橫渡海洋，登上月球。每一步在實現之前都看似瘋狂，也都有人嗤之以鼻，但最終總有人願意挺身而出，把不可能化為可能。我相信同樣的故事未来還會繼續上演。無論前方有多少未知的高牆阻擋，人類終究會一次次嘗試去敲一敲，撞一撞。或許正如那句名言所說，地球是人類的搖籃，但人類不會永遠躺在搖籃裡。從大氣層邊緣到太陽系盡頭，每一道關卡都是對我們智慧與意志的考驗。而我堅信，只要我們不懈努力，終有一天會迎來躍出搖籃的曙光。也許在那時回望身後，那些曾經困住我們的冰與火之牆，都將化作漆黑宇宙中一抹壯麗的銀藍色光環，見證着人類征服太空的偉大旅程。至於在那更遼闊的銀河天地間，等待我們的將是新的規則、新的挑戰，甚至可能還有未知的文明和智慧在凝視着我們微笑。但無論如何，能夠勇敢地邁出那一步，本身就已經意味着人類將從此開啟全新的歷史篇章。